乌军远程打击矩阵成型，吹响反攻号角。克什大桥还能撑多久？谁能想到，在2025年到2026年这个时间段，乌克兰不声不响地在家里憋了一个大招，构建了一个涵盖空中、陆基与海上的远程打击矩阵。现在的战火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直接燃烧到了俄罗斯腹地的军工命脉以及能源核心地带，甚至连克什大桥，普京都要保不住了。那么乌军的远程打击矩阵到底有多强？能否击毁克什大桥？如果你问俄罗斯前线的指挥官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前线还能推一推。但如果去问俄罗斯后方的能源大亨或者是防空部队的司令，他们估计连想死的心都有了。没办法，乌克兰的各种远程武器航程动辄超过1000公里，有的甚至能飞3000公里，直接把大半个俄罗斯，包括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工业区全部纳入了打击范围。乌克兰国防部现有的目标不是马上收复每一寸领土，那太慢，代价也太大，而是系统性的摧毁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迫使俄罗斯退缩。就目前的数据来看，截至2026年4月，乌克兰的这一套战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俄罗斯石油出口产能重创40%，更让普京难以接受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俄军在战场上出现了领土净损失。那么乌克兰的远程武器库里到底藏了什么狠活？就火力军来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矩阵主要由3大块组成：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国产巡航及弹道导弹，以及部分盟友支援的远程火力。这个体系里的带头大哥则是战略级远程巡航导弹 FP5 火烈鸟，这玩意儿是乌克兰军工的最高杰作。2025年8月首次公开露面，射程3000公里。它的出现标志着乌克兰具备了跨越莫斯科，甚至达到乌拉尔山脉与新西伯利亚目标的能力。袭击俄罗斯时，火烈鸟可以做到低空掠地50米飞行，利用地球曲率和地形掩护，躲避俄罗斯雷达的探测，最高升限则能达到5000米。重点还是它的价格，火烈鸟的单位成本大约只有50万美元，仅仅是美国战斧导弹的1/4，甚至1/5。唯一的缺点就是制导系统不如美欧的同类产品，精度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在1150公斤的超大战斗部面前，精度稍微差点根本不是问题。只要能落到目标区域，足以把加固的掩体、大型的弹药库，甚至是指挥中心连根拔起。实战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在2026年2月的一次打击行动中，乌军发射多枚火烈鸟导弹砸向俄罗斯的格劳军火库，导弹精准击穿了加固弹药库房。不过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了掩护火烈鸟突防，乌克兰还需要大量的消耗品。这又引出了打击矩阵的第二部分——远程攻击无人机群。与重型导弹相比，乌克兰的无人机群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就是低成本、高产量、大基数。主要任务有2个：消耗俄罗斯防空导弹，针对那些缺乏防护但又极其关键的能源设施进行精准的纵深打击。主力机型有好几款，首先是 AN-196凶猛，航程超过1000公里，是乌克兰用来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最成功、最顺手的型号。它的体型并不大，只能搭载大约75公斤的高爆战斗部，但机身非常特别，用玻璃纤维和木材制造。传统的金属探测雷达很难发现它，具备极强的雷达避让能力。在制导方面，它结合了卫星修正和机器视觉末端寻地，就算俄罗斯的电子战把 GPS 信号全屏蔽了，这架无人机的摄像头也能认出目标长什么样，直接绕过干扰区，一头扎进炼油厂的核心部件。然后是 FP1， 这可是目前乌军无人机部队的绝对主力，极限航程能达到1600到1750公里，日产量已经突破了100架，单价仅仅 5.5 万美元。一辆中配 BBA 的钱就能换一架飞到俄罗斯腹地的巡航炸弹。高达1600公里的打击半径让乌军能够轻松覆盖圣彼得堡以北，甚至深入乌拉尔山脉的军工设施。最近突破俄罗斯防空网的无人机就是这一款，还有一款用来打掩护的 AQ400镰刀无人机，主打一个抠门，机身用木头打造，看着跟大号航模差不多，主要定位就是消耗品。乌克兰每次发动大规模空袭，都会先撒出去几十架镰刀，逼俄罗斯的 S400或者铠甲防空系统开火拦截。防空系统一旦点火，就会暴露位置并消耗弹药。这时候，后面跟着的高价值武器，比如火烈鸟导弹，就能顺着开辟出来的安全航道一击致命。除了导弹和慢速无人机，乌克兰还搞出了一个新物种——混合型动力系统——圆面包无人机导弹。这款在乌克兰独立日隆重推出的新型武器，被军方定义为导弹无人机杂交体。这东西非常有意思，它放弃了传统的螺旋桨，改用了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这让它同时具备了巡航导弹的高速度以及无人机的隐身性。圆面包的航程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如果牺牲一点载荷，潜载最大航程能拉到1200公里，总重约320公斤，战斗部重量在50到100公斤之间。
别看战斗部不大，但它的飞行速度极快，能达到90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就是它最大的卖点。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压缩俄罗斯的反应时间，专门用来打击俄罗斯前线以及2线的军用机场，或者那些正在移动的雷达站。通过这款武器的高速突袭，俄军已经多次在地面上把俄罗斯价值数亿美元的重型轰炸机炸成废铁。以上这些还只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矩阵的一部分，其他的还有海狸无人机、海王星改良型导弹、雷霆2导弹、盟友援助的 ATACMS 风暴阴影等，火力军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是乌克兰本土的军工企业是怎么在战火中维持生产，还能搞出这么多新花样的。这点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为了保证生产，乌克兰通过数百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民营初创企业，构建了一张分布式生产网络。这些小公司大量利用商业现货组件，去民用市场上买零件，加上 3D 打印技术，再配合开源的飞行控制软件，产品迭代速度很快。就拿研发火烈鸟导弹的火电公司来说，他们的创始团队很多人以前根本不是干军工的，有的甚至是搞 IT 和商业设计的。就是这帮人在短短的18个月内就走完了从图纸设计到火烈鸟导弹批量生产的全过程。在传统军工体制下，这种速度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想要了解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关于乌克兰的军工视频。在远程打击矩阵上，除了武器，最有意思的则是战术。这就是让俄罗斯防不胜防的隐蔽渗透与蛛网行动这一系列行动，也给普京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痛。在实战中，乌军的远程打击矩阵具备极高水平的战术协同。火力军举个例子，之前乌军打击了切博克萨雷的工厂，这个工厂专门生产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的抗干扰天线，属于绝对的核心军工资产。俄罗斯在那边布置了非常严密的防空保护网。为了拆解这个网络，乌军先发射了数架便宜的 AQ400木头无人机，作为诱饵机群大摇大摆地飞过去，故意暴露雷达信号。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开火拦截，就在铠甲开火、雷达全开、位置暴露的瞬间，第二波攻击到了。超低空飞行的 AN-196无人机顺着雷达盲区摸了过去，撞碎了铠甲系统的防空雷达车。紧接着，一枚火烈鸟重型巡航导弹从高空呼啸而下，直接贯穿了生产车间的加固屋顶，把整个生产线炸成了平地。当然，如果所有远程武器都从乌克兰本土发射，飞行距离太长，被拦截了也不能说什么。最直接的打击方式还是把发射阵地搬到俄罗斯家里。乌军的情报总局和特种部队在俄罗斯境内撒下了一张庞大的情报与破坏网络。2025年6月搞的那个蛛网行动，就是特种作战的教科书案例。在这场行动中，总共摧毁和击伤了41架俄罗斯军机，核心损失的型号全是大万，图95、图2 M3，甚至还有极其宝贵、难以补充的 A50预警机。直接导致俄罗斯当时可用的战略轰炸机编队一次性瘫痪了34%。没办法，俄罗斯想防也防不住。传统的防空雷达阵地，比如 S400，雷达是往外看的，防范的是从乌克兰方向飞来的导弹。而蛛网行动相当于是在防空网的肚子里面直接开火，雷达看不见几十公里外飞出来的低空无人机。等听到声音的时候，无人机已经砸在轰炸机的机翼上了。在乌克兰这套远程武器的持续性打击下，俄罗斯面临的损失早就已经从单纯的前线少了几辆坦克，上升到了国家经济根基与战略防御能力的全面动摇。最让普京心痛的就是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灾难性打击。2026年的3月和4月，在俄罗斯的能源工业发展史上，绝对可以被称为黑色时间。根据路透社的详细报道，俄罗斯已经失去了至少40%的石油出口产能。我们可以仔细算算这笔经济和能源的损失账。首先是原油和成品油的出口能力，每天直接减少了约200万桶。受到严重破坏的核心设施不仅包括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港口枢纽，甚至连波罗的海方向的普利莫尔斯克与乌斯季卢加，这些原本以为安全的大后方设施也被无人机炸得火光冲天。结果就是俄罗斯每天的外汇收入直接蒸发突破1000万美元。如果把2025年到2026年这段时间的累计产值流失加起来，预计损失总额超过了120亿美元。这里火力军必须给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打击策略点一个赞。乌军的无人机飞到炼油厂上空，从来不炸那些看起来很大、爆炸效果很壮观的储油罐，因为储油罐炸了，大火扑灭之后，换个铁桶还能接着用，修复太快了。乌军专门盯着炼油厂里那个最高最细的塔栅，也就是初级蒸馏塔，这是把原油分离成汽油、柴油和煤油的核心设备，科技含量极高。在和平年代，这东西炸了也就炸了，花钱买新的就行。但现在是战时，由于美欧的全面制裁，俄罗斯根本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买到替换这些特型工业设备所需的高级核心部件和精密控制元件，自己造，产能和工艺又达不到要求。结果就是蒸馏塔一倒，多座大型炼油厂只能被迫宣布无限期停产。这引发了连锁反应，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的外汇袋子瘪了，国内加油站汽油价格飙升，
前线的俄军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开始面临燃油供应配给甚至断油的绝境，车都开不动了，这仗还怎么打？除了经济上的放血，远程打击还带来了一个更加致命的后果：俄罗斯防空体系的真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前线领土净损失。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防空导弹再多也不够用。由于本土的炼油厂、军工厂和核心城市三天两头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光顾，莫斯科坐不住了。俄罗斯最高指挥部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做出了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决定，把部署在乌克兰前线原本用来掩护地面部队的 S-400 和 S-300大规模抽调回俄罗斯国内，去保护那些油罐子和别墅区。前线的防空伞一撤，直接导致了俄军防御阵地出现巨大的真空。乌克兰空军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开始在俄军阵地上倾泻。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数据表明，2026年4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区的受控领土出现了116平方公里的净减少。这还没完，除了主动撤回国内的防空系统，还有大量没来得及跑的被乌军顺手给扬了。仅在2026年3月，这短短1个月内，乌军通过无人机侦察，配合火炮和远程武器，精准摧毁了12套 S-300和 S-400的发射车或核心雷达站。这一系列问题又会进一步影响克里米亚。因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俄罗斯把精力都放在了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克什大桥成了乌军的重点照顾对象，不排除在胜利日前后彻底击毁克什大桥，当作送给普京的礼物。2026年5月初，乌克兰特种部队配合乌军情报总局，对克里米亚发动了多轮高强度的突袭。比如在新费罗波尔与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重镇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套部署在该地区的铠甲防空系统未能顶住饱和攻击，被直接击毁。导弹发射车被引爆，防空系统连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更别提保护城市了。在海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残余资产更是遭到了无情的清理。短短1周之内，乌军情报总局麾下最精锐的普里马里水上无人艇部队，连续击沉了俄罗斯的4艘军用船只，其中包括3艘运送补给和兵力的登陆舰，以及1艘后勤补给船。连停在岸上的都不放过，一架负责反潜巡逻的 B-12海鸥水上飞机，硬生生在机库里被一枚从天而降的导弹炸成了碎片。这密集的打击把普京逼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全世界都知道，普京极其看重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这是他在国内维持强人形象、稳定民心的最重要政治秀场。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手里的火箭导弹和远程无人机能威胁到莫斯科红场。而如果你是普京，你怕不怕？万一在全世界的镜头直播下，坦克方阵刚开过来，天上突然掉下来一架乌克兰式无人机，那脸就丢大了。为了绝对保证红场阅兵的安全，防止出现无人机飞过头顶的灾难性政治事故，莫斯科的防务级别被拉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等级。整个莫斯科市区部署了严格的移动互联网限制信号，大街小巷的制高点上全是严阵以待的狙击手阵地，反无人机干扰台和防空导弹更是一个不少。但是防空雷达和电子战设备的总量那是有限的，保护了莫斯科，克里米亚就没办法再兼顾了。就在几天前，克里米亚的占领当局首领谢尔盖·阿克肖诺夫满脸无奈地对外宣布，取消克里米亚半岛上关于5月9日的所有大规模公众活动。对外的官方理由是出于安全考量，但明眼人一看就懂，这意味着为了保全莫斯科的颜面，克里姆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默认了克里米亚防御密度下降，甚至做好了克里米亚在阅兵期间挨炸的心理准备。那么乌克兰会不会在5月9日这一天彻底摧毁克什大桥，给普京送上一份贺礼？客观地说，想彻底炸毁这座桥非常困难。俄罗斯工程师在设计之初就假想过北约直接介入的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这座桥的结构稳定性超过了任何普通民用桥梁，载荷安全系数达到了5。普通的高速公路桥梁安全系数一般设计在2到3左右，这意味着克什大桥能承受远超理论极限的重压和冲击。还有就是桩基冗余设计，这座桥没有采用传统的单根大柱子，而是采用了大量向四周倾斜的钢筋混凝土装束，类似一把倒插的筷子打入海底岩层。这种设计很恶心，就算你用导弹炸断了外围的几根桩子，剩余的桩基依然能够互相成立，支撑住上面的桥面。从外部水面上简单扔几发导弹，想把桥墩整个炸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在海面上专门部署了全天候武装巡逻艇，水下不仅拉满了物理拦阻网，还布置了水下声纳网络。想要靠以前那种自杀式快艇或者派8人潜水过去贴炸药包的方法，在现在的防御体系下面基本等于白给。但如果问乌军能不能炸毁这座桥，火力军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乌军现在的武器库中，有2款可以称为大桥终结者的武器。第一款马利奇卡远程水下无人机，这是水下潜航器，不是水面快艇，隐身性极强，水面雷达根本扫不到，最大潜航航程高达1000公里。
在2025年6月的内部测试中，乌克兰军方证实马利奇卡能够携带超过1000公斤的烈性炸药，直接游到大桥最脆弱的部分，也就是隐藏在水下的主桥墩桩数基础之间。工程力学专家做过计算器模拟，一旦超过1100公斤 TNT 当量的炸药在水下紧贴着桥墩起爆，爆炸产生的高压冲击会100%垂直作用于混凝土桩基上，哪怕没有当场把桥墩炸断，也会导致桥梁结构性疲劳以及内部钢筋断裂。第二款则是火烈鸟，打大桥载荷就是真理。火烈鸟1150公斤超大战斗部，如果乌克兰的战术配合打得足够好，先用无人机把桥头的 S400 雷达致盲，或者趁着5月9日莫斯科阅兵，让1枚甚至多枚火烈鸟导弹突破防线，砸在桥拱与桥墩相连的关键交接处，那画面就太美了。1点1吨炸药爆炸产生的化学能，加上导弹以900公里时速俯冲带来的恐怖动能，两者结合，绝对足以切断主受力结构。至于乌克兰会不会动手，火力军只能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胜利日当天，乌克兰会不会给普京送礼物？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